我们之间发展出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个男人闲适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身前，一点都没有提问的女人似乎不愿就此放弃，声音里染上了更多的卑微和恳求。那万一，我是说万一有呢？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迎向他。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了，求你了。一个女孩的声音在走廊里响起，充满了哀求。容易涵双眼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只手紧紧捂着嘴，仿佛在抑制即将夺眶而出的哭泣。请让我过去。今天是大学最终录取结果公布的日子，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巨大的压力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万一我落榜了，该怎么面对叔叔和婶婶，还有志浩欧巴？尤其是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但让他感到窒息的远不止这些，他的目光飘向桌上的一个相框，年轻的妈妈，英俊的哥哥和年幼的自己。我更没有脸面去面对在天上的妈妈和哥哥。11年前的2月，妈妈和哥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那是一个暴风雪天，一辆巴士在湿滑的路面上失控，狠狠撞上了他们乘坐的汽车。那一年，年仅9岁的他被独自留在了这栋空荡荡的房子里，因为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他依然独自住在这栋承载了所有幸福与悲伤的房子里。我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不容易涵，可别抱有任何消极悲观的想法，这一切都多亏了住在隔壁的那家人，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结果出现的那一瞬间，他猛地闭上眼睛，手紧紧捂住脸，不敢去看屏幕。过了好几秒，他才小心翼翼地从指缝间偷偷掀开一条缝，屏幕上录取结果清晰地显示着合格2个字。下一秒，他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像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家门，直奔隔壁的房子。叔叔，婶婶，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和抑制不住的兴奋。我考上了。容易涵带着满脸的喜悦和泪水冲进了隔壁的屋子，大声宣布着这个好消息。正在餐桌旁吃饭的叔叔和婶婶闻声都惊得站了起来。什么，真的吗？叔叔哽咽着说，不愧是我们的女儿，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婶婶一边笑着一边没好气地拍了一下丈夫的后背。真是的，这么好的日子你哭什么呀？易涵，你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没错，你不知道我们有多为你骄傲。他低声说，谢谢你们，太好了，他们和我想的一样，都在为我高兴啊。那欧巴怎么办？正当他疑惑时，一个脚步声不疾不徐地从他身后传来，低沉而略带磁性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在找我吗？欧巴，你什么时候？他的声音压得很低，气息拂过他的耳畔。你现在是我的学妹了，恭喜你，容易涵。一家人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叔叔还在一旁激动地抹着眼泪，婶婶则抱着易涵笑得合不拢嘴。然而11年前，窗外大雨滂沱，无情地冲刷着整个世界。昏暗的房间里，小小的易涵浑身颤抖。志浩试图给予他安慰，会没事的。他的声音还带着稚气，却异常坚定。可是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怎么会一无所有呢？志浩收紧了抱着他的手臂，用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道，从现在开始，我会陪着你，我会比爸爸妈妈更爱你，所以没关系了。小易翰怔怔地看着他，这个只比他大2岁的男孩，在他坚定的眼神中，他那片崩塌的漆黑地世界里，仿佛第一次照进了一道光。从那天起，志浩哥就像亲哥哥一样照顾着我。当他的父母得知了我的情况后，他们也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就叫我妈妈吧。托志浩哥的福，我才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啊！你为了等结果还没吃饭吧？我们就知道会这样，所以提前准备了你喜欢吃的东西。婶婶笑着摘掉了易涵头上的小礼帽。志浩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他拉着易涵往屋里走。好了，外面冷，别站着了，快进来。就算只是隔壁，好歹也穿暖和点。他们真的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总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样在打扰他们。易涵心里泛起一丝愧疚，他的视线不经意地扫过客厅，突然愣住了。咦，那些是什么？只见角落里放着几个巨大的蓝色箱子，看起来像是某种礼物。他正想发问，一股浓郁的食物香气就扑鼻而来，将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哇，你们什么时候准备了这么多？志浩看着父母对易涵的百般疼爱。哇，我考上的时候你们就只给了我一张卡片。哈，叔叔笑着瞪了他一眼，臭小子，那能一样吗？婶婶则慈爱地给易涵夹着菜。你不是喜欢排骨吗？多吃点。他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是真的不用这么麻烦的，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志浩凑了过来，用筷子指了指自己，理直气壮地说，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你能考上都是托我的福。易涵心里默默吐槽，又提这件事，当然我能考上确实是因为他。易涵18岁那年，志浩休假回家，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休假期间你应该去见见朋友，而不是直接回家啊。看着他有些不解，我哪有什么朋友，一入学就去当兵了。他回答的理所当然。紧接着他突然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下达了命令，你反正也是要报考我的专业的，我一个人上学太害羞了，所以你高考一定要考好，等我退伍了我们一起上学。那时候的志浩哥安静又比同龄人成熟，但现在他却越来越看不懂他了。叔叔看着他，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一家人，说这种见外的话我们听了可是会伤心的，这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麻烦，我们这么做只是想表达我们对你的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是我们家最小的女儿，对吧？真是的，他们对我这么好，我却说了那么不必要的话。他懊恼地想着，默默地往嘴里扒着饭，这份感激和决心化作了食欲。等到回过神来，他面前已经堆起一座由空碗组成的小山，他鼓着腮帮子，还在不停地往嘴里塞着食物，慢点吃，不然要消化不良了。婶婶关切地叮嘱着，目光无意中瞥向客厅的角落。对了，你家好像在重新装修啊？他看着那几个巨大的蓝色箱子，有些好奇地补充道，不过你家不是才装修完没多久吗？婶婶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她放下碗筷，郑重地叫了易涵一声。是。易涵不明所以地抬起头，怎么回事？婶婶的表情
突然变得这么严肃。婶婶伸出手，轻轻附在李翰的手背上。你知道的吧，不管我们离得多远，我们始终是一家人，我们会一直把你当做我们真正的女儿。真的吗？他激动地开口，正想说我也一直把你们当做我的爸爸妈妈。然而，所以对不起意涵。什么？他完全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道歉。婶婶的眼神里充满了歉意，她艰难地开口，我们明天搬家，你知道釜山的奶奶吧？她今年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差了，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过去看看她。我们本想早点告诉你，但又怕这会给你造成困扰。随后他走到志浩的房门前，轻轻敲了敲门。哥，我能进来吗？志浩略带慵懒的声音。进来吧。他一眼就看到了门口已经打包好的行李箱，原来他房间里的行李也都已经收拾好了。意涵默默地在他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房间里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该说些什么呢？当我和他的父母在一起时，我感觉很自在，但当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却莫名的困难。所以，哥，你不是马上就要复学了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心里想着，你现在该回学校了。志浩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手机屏幕，只是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差不多吧。搞什么啊？当初明明是他自己说要和我一起上学的，现在却摆出这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来那只是随口说说的空话而已。是我期待太多了吗？果然没什么好奇怪的，想要一直在一起，结果发现只是我自己自私的愿望。到底什么事？志浩不耐烦的声音再次响起，如果你有话要说，那就说出来。不，没什么。志浩轻哼一声，你以为我要吃了你还是怎么的？一想到我也要离开，你会感到失望吗？不等意涵回答，他紧接着追问，为什么？你想跟我一起生活吗？志浩双臂环胸，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老实说，不，我说不出口。意涵在心里对自己说，而志浩他什么都明白，那个容易涵不懂得如何贪婪。没关系，反正我们又不算真正的一家人，你一直照顾我到现在，这就已经足够了。志浩的手指在自己身上轻轻敲了两下，语气平淡的接受了他的说辞。好吧，说着他伸出手，轻轻的放在意涵的头顶，就像你说的，我们算不上真正的一家人，所以我问了些没意义的事。对不起，郑意涵，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慌乱的想要解释，我当然想和他一起生活，这个念头在脑海中疯狂叫嚣，但就算我说了些什么，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过了今天，我又会再次孤单一人吗？就像当初那样，喧闹的教室里，他被人群包围，却像一座孤岛。凌乱的房间里，只有电脑屏幕发出幽幽的蓝光，照亮了那片狼藉和孤寂。又要回到那个冰冷的房子里，被无尽的孤独填满的日子吗？意涵，你知道，不管我们相隔多远，我们依然是一家人，对吧？不，意涵在心里无声的反驳，如果分开了，就不是真正的家人了，成为唯一剩下的那个，这和独自一人没有什么不同。意涵终于忍不住伸出手，轻轻地拉住了志浩的衣角，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们不是一家人。继续解释着，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只是因为要被一个人留下了，觉得很难过，所以就口不择言了。即使我坦诚相告，也无济于事，因为一切都已注定，所以我觉得说出来没什么意义。但如果我能清晰地说出了那句一直深埋在心底的话，我想一起生活，我说出来了，仿佛只要说出口，愿望就会成真一样。他一定已经厌烦我了吧？志浩却转过身，抬起手，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温柔动作，轻轻抚了抚他的头发。做得好，郑意涵。志浩的嘴角带着一丝浅笑，眼神柔和地看着他。谢谢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你应该不再如此害怕，有时候要多为自己考虑一些，你那样做我没有意见。志浩哥。意涵呆呆地看着他，心中百感交集，他还是那么成熟，以后别再为这种事让人担心了。意涵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得一噎，我收回我刚刚的想法。他在心里大喊，总之既然我们家最小的都这么说了，那就没办法了。咦，你在说什么啊？意涵完全跟不上他的思路，一脸茫然。明天你就知道了。他丢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便转身离开了，留下意涵一个人愣在原地。第二天，意涵，我昨天收到志浩的消息了，姨您听说了什么？看着楼下忙碌的景象，心里一头雾水。电话那头的婶婶听起来松了口气，行李都装好了，我们这就准备出发了。不过多亏了你，我现在放心多了。我听说你想让志浩在你家跟你一起住，我们很高兴你决定帮我们解决那个棘手的问题。叔叔从车窗探出头来，笑着嘱咐道，一定要让他按时吃饭，如果他不听话，你就把他赶出去，知道吗？常来拜访我们，好吗？到了之后替我向奶奶问好。志浩对着远去的车子平静地说道。直到车子完全消失在视野里，意涵才如梦初醒。他们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是因为我昨天说的话吗？哈，你为什么看起来是那副模样？我记得你昨天说过想和我一起住，从现在起照顾好我。容意涵。一个叫家的地方很陌生，它只是一个由四面方形墙壁围成的空间，但当它充满了诸如温暖、人们彼此呼唤的声音之类的东西时，还有晚餐的香味，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再也无法填补的空白，所以我忘了。那好吧，我期待着和你一起生活。意涵，再次和别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期待我能做什么？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志浩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昨天你不是说让你爸妈把我带走也是可以的吗？我显然指的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我只是因为不想被丢下，太慌张了，所以才口不择言的。我把这理解为你不想和我分开。志浩继续地说，所以你那是想把我赶出去的意思吗？真的不是那样的。意涵急得快要跳起来，这根本不是重点。不管怎样，咱们别在这儿聊了，进来吧。他走到门前，手忙脚乱地想要开门，却又显得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放弃了。志浩看着他这副样子，终于失去了耐心，重重地叹了口气，开门。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志浩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紧紧盯着他，语气冰冷，你在里面藏了什么危险的东西吗？或者有喜欢的人了？根本不是那样，说实话，你现在这样子看起来更可疑了。志浩的声音压得更低，你知道吗？从中学起，你
就没让我进过你家了，我就像我承诺的那样等待着，直到你邀请我，但你一次都从未做过，我现在有点受伤了，小家伙。易涵被他这番话弄得心头一颤，下意识地抓紧了身后的门把手，沉默不语。大门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嗒声，易涵低着头，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歉意。不是我不邀请你，是我不能，所以你不用感到受伤了。志浩看着他，又看了看空旷的屋内，你在说什么？他的目光扫过那过分宽敞的走廊、明亮的地板以及一尘不染的墙壁，这是一个将孤独封存在屋檐下的空间，一个能让缺失的东西变得更加清晰可见的地方。这里苍白空旷，而且和易涵该死的相似，真的就只有这些了吗？易涵笑了笑，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很干净，打扫起来也很方便，一个人住不需要太多东西。如果这都觉得没问题，那不是我有问题，就是你有问题。志浩的语气不容置喙，他看着他，眼神变得深沉。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吗？易涵有些惊讶地问。我们家以前的样子，那时我还太小，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我清醒过来时，已经没什么值得保留的了，所以我把一切都扔掉了，就是这样而已。李翰双手握拳，但是哥的房间没问题，虽然我的房间乱七八糟的，我该夸你吗？志浩挑了挑眉，不置可否。当然啦，我们的父母已经知道了，不是吗？显然他们帮了大忙来打扫这个地方。志浩有些不满地撇了撇嘴，心里暗自嘀咕，所以就只把我排除在外了是吧？他不再纠结这个话题，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随便吧。他将自己的行李包往地上一放，如果有很多东西要填补，那对我来说是好事啊。易涵这才反应过来，看着他健硕的身材，突然觉得这房子好像有点小，他都快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让他来住了。我是说，你究竟为什么想住在这儿？你不是打算延长你的休学时间吗？我可没那么说过，是你自己想当然的。志浩一脸好笑的反驳，等等，真的吗？易涵大吃一惊，拜托，你想想爸妈会怎么说？我们正担心李翰一个人住呢，住在一起好多了，不过这样会不会太麻烦李翰了？现在学校附近的所有房间都已经被大一新生租走了，而且便宜的房子要么是地下室，要么状况极差，那就算这样。易涵还是觉得不妥。志浩没有理会他的抗议，径直走向一扇房门，这里是郑义俊的房间吧？我可以用这间吗？他问着，不等回答就打开了房门，里面是一个整洁的令人惊叹的空间，书架上摆满了书和奖杯，书桌也整理得井井有条，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一切都显得那么明亮而有序。哇！志浩看着这间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个房间真的一尘不染，连一点灰尘都没有，这是真金的吗？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看起来挺靠谱的。但是志浩学着哥哥的样子，把奖牌放进嘴里咬了一下，咔嗒一声，一个穿着蓝色柔道服的少年身影浮现在他眼前。等等，这感觉不对。少年皱着眉头，一脸嫌弃地看着手里的奖牌，馆长明明说是真金的，看来我被骗了。郑一涵，志浩的声音将李翰从回忆中拉了回来，你在想什么呢？不是，你又不是小孩子了，干嘛把那个放进嘴里？我就是好奇而已。志浩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就连这把椅子也非常适合我。他打量着房间，随口说道，看来义俊是个块头不小的孩子啊。他决定把话说清楚，哥，我最后再说一次。什么？志浩转过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你不能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你难道不知道这在别人看来会有多奇怪吗？别担心，不会有人误会的。志浩一脸的云淡风轻，我担心，我就是忍不住会担心。易涵的情绪有些激动，我现在已经20岁了，是成年人了，我们上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万一被人看到了怎么办？而且不管我们从童年起关系有多亲密，我们不是亲兄妹。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总之你也会觉得不自在的。对我来说，志浩轻笑一声，我倒不觉得不自在。易涵被他这油盐不进的态度气得跺脚，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好，他收敛起脸上的笑意，手指轻轻交握，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但是这真的值得担心吗？我们以那种方式见到彼此的几率有多大？绝无可能。易涵的手在身侧不自觉地握成了拳，但是如果他鼓起勇气抬起头迎上志浩的目光，一字一句地问，万一有机会呢？志浩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那么我们再也别见面了，你是一俊的妹妹，所以你也是我的妹妹。他那么轻易地就说出了再也不要见面，这样的话原来有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第一次听到他说出那些话，我震惊了。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他不会如此随意地说出那样的话。志浩没有放过他，他收回手，静静地看着他，所以他开口打破了沉默，你的答案是什么？易涵站在原地，低着头，声音里充满了挣扎。那个，对不起。他终于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歉意。就算你是我的哥哥，我想我也做不到。志浩听到这个答案，只是用手指轻轻挠了挠眉梢，似乎并不意外。那么就先住到我找到房子为止吧，我们之间这样就可以了，对吧？易涵看着他房间里那个简单的行李包，有些疑惑地问，你的行李就这些吗？大件的东西还在隔壁呢。他回答，那你先整理行李，我先出去了，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易涵说着转身准备离开。好的，房门被轻轻带上，志浩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而门外的易涵却靠着墙缓缓滑坐到地上，整个人都陷入了混乱。我刚才到底答应了什么？我真的要和志浩哥一起住一段时间吗？我答应的太轻易了，我该不该再提这件事呢？但如果我现在把它拿回来，他就无处可去了。易涵用力摇了摇头，试图把那些纷乱的思绪甩出脑海。志浩哥是义俊哥的朋友，对我来说也基本上和亲哥哥一样，在我们住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我就假装一切正常吧，我就把这当作是慢慢报答志浩哥的方式，反正他很快就会找到新住处的，没时间想这些了，我至少应该帮他整理一下行李。他站起身，重新握住了门把手。欧巴，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志浩赤裸着上半身，结实的胸肌和线条分明的腹肌在灯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易涵，怎么了？他拿着手里的 T 恤，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易涵的脸唰的一下红透了，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原来他在换衣服，我应该先敲门的。对不起，我马上就走。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转身跑了出去。志浩见他慌不择路的样子，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将他拉了回来，直接撞进了他结实的怀里。小心点！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易涵的脸颊瞬间烧得滚烫，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脑袋紧紧地贴着他温热的胸膛，感受着那强有力的心跳。所以有什么事？志浩低头看着怀里的人。那个，易涵结结巴巴地开口，视线完全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我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他红着脸小声地补充道。话说回来，你为什么不穿衣服？是你自己不敲门就进来的？志浩轻笑一声，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只是觉得有点冷，想换件长袖衬衫而已。他拿起一件黑色的衣服，随口解释道，我很少开暖气，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暖和起来。志浩一边套上黑色的 T 恤，一边好笑地看着他。话说回来，你还真是搞笑。他继续说道，你干嘛那么惊讶？小时候我们不是见过无数次我这个样子吗？那倒是，易涵小声地承认，毕竟一直到中学为止，我们每年夏天都会一起去海边玩，那时候大家都是光着膀子跑来跑去的。但是易涵红着脸支支吾吾，现在不一样了。易涵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道歉，总之对不起，我以后会注意的。他弯下腰，捡起他刚才脱下的白色 T 恤，说道，我帮你把这个放到洗衣篮里。心里想着，我还是赶紧出去吧。那么他正准备起身离开，志浩突然开口，问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易涵看着他手里的衣服，有些疑惑地问，这是什么？他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不是我们。志浩的嘴角微微上扬，重复着他的话，语气里带着一丝危险的玩味，不是我们。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不爽。我的意思是，易涵的脸颊泛起红晕，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他健硕的身体上。你的身体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男人的身体。志浩的表情瞬间凝固了，他死死地盯着易涵，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志浩追问道。对了，我得去换被子了。易涵慌不择路地想要逃离现场，他一把抱起床上的被子。你也喜欢干净的吧？那我先去开洗衣机了，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等一下，我给你拿新的被子过来。他语无伦次地说着，抱着被子像一阵风似的冲出了房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志浩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门外，易涵抱着被子，羞愧地把脸埋了进去。我说的太多了。房间里志浩的笑声还在继续，穿透门板传了出来。他要笑到什么时候？易涵羞愤欲绝，真是要疯了。他自言自语道，没错，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孩子，笨拙又迟钝。他不应该改变。他一边想着，一边重新脱下刚穿上的 T 恤。我的妹妹郑易涵。洗衣机发出了轻微的嗡鸣声，开始运转。说起来，这条被子也好久没洗了。易涵靠在洗衣机旁，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响动。咦，什么声音？却看到志浩从隔壁走了过来，肩上还扛着一个沙发。哥，你在干什么？他吓了一跳。我在搬东西。志浩回答的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在搬一把椅子。易涵目瞪口呆的看着他把沙发搬进了客厅。这沙发是哪来的？他突然认出了那个沙发。等等，那个沙发不是在你爸妈家的吗？妈妈让我把需要的东西都带过来。志浩一边放下沙发，一边回答，你不是只带到找到新住处为止吗？干嘛把这些都搬过来？志浩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理所当然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奶奶家什么都有，电视应该放在沙发对面吧。志浩自顾自地说道，转身就要去搬电视。等等，易涵急忙叫住他，你可别想着帮我。志浩头也不回地说，你要是受伤了，对我来说才是麻烦，我很敏感的，所以需要出点汗才能睡着。易涵的心砰砰直跳，不，我的意思是，那不是，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志浩拍了拍手，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成果，房子渐渐被填满了。易涵看着那个崭新的沙发，心里却开始担忧起来，那个沙发积灰了怎么办？他又看向角落里那盆绿植，那些植物要是不定期浇水的话，会枯萎的。李翰的心脏狂跳不止，填满它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失去，空着反而更自在，这样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也不会留下任何值得回忆的东西。志浩看着李翰仓皇逃窜的背影，若有所思。突然，易涵的房门吱呀一声打开，又砰一声关上。那是什么？志浩擦了擦脸上的汗，有些疑惑。墙上的时钟滴答作响，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易涵躺在自己的床上，长长的叹了口气。也对，他住在这里，当然也希望能过得舒服一点。笨蛋郑易涵，他伸出手对着天花板上的灯光喃喃自语，这里添置几件家具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想和他住在一起，是因为我害怕被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妈妈，你今天一定要走吗？小小的易涵拉着妈妈的衣角，脸颊通红。我好像发烧了。妈妈满脸歉意地看着他，对不起易涵，你哥哥今天有比赛，我得送他过去，我得去送他一程。切，我生病了，你却只关心哥哥。小易涵不满地嘟囔着，你更喜欢他对不对？什么？你在说什么傻话？妈妈哭笑不得地看着他，我跟你说过了，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宝贝。他温柔地笑了，最近是我疏忽你了，对不起，我的女儿。你想吃什么？我回来路上给你买。那么小易涵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蛋糕，说实话，我只是出于小孩子的心性，故意让他给我买蛋糕，因为妈妈在我生病的时候把我一个人丢下，这让我很心烦。蛋糕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是只有在好日子
才能吃蛋糕。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在他回家的路上，心里会不会想着我哥哥今天会拿到金牌，我的病也会好起来的。小一涵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所以今天是好日子。妈妈看着女儿天真烂漫的样子，温柔的笑了。那么说定了。她伸出小指和女儿拉钩。一涵在梦中发出一声轻吟，缓缓睁开了眼睛。又是那个梦，她坐起身，呆呆地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就像我说的那样，那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哥哥赢得了金牌。我在等待的过程中，烧也退了。妈妈没有忘记她的承诺，给我买了一个蛋糕。但是事故发生了，那个散落在车祸现场。如果那天我没有要蛋糕，他们两个现在还会在我身边吗？我那幼稚的小心眼行为，是不是让他们两个离开了我？对不起，志浩哥，但是我不想把我的房子填满。我总觉得，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栋房子里感到幸福，那就是对妈妈和哥哥的背叛。正如我所想，和志浩哥在这栋房子里，我不由自主的开始衡量起自己的幸福。但是现在的时间是，李翰从床上坐起，我睡了多久？衣服现在应该洗好了。一涵走出房间，心里想着，哥哥一定很辛苦，才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的。对不起哥，我突然睡着了。他的话在看到客厅的景象时戛然而止。他什么时候？客厅里沙发和电视已经摆放整齐，连晾衣架上的被子都已经晾好了。志浩哥一定去哪里了？一涵心想。他打开通往天台的门，决定上去透透气。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但我现在感觉特别清醒。妈妈和哥哥的忌日很快就要到了，是看花眼了吗？那个人看起来几乎像我哥哥。偶尔我会想，如果义俊哥现在还活着，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比我高吗？他笑起来的眯眯眼还会和以前一样吗？他的声音会和以前一样吗？他会成为一名柔道运动员吗？还是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个我只能在想象中描摹的身影，现在就站在楼下，振作起来，郑一涵。一涵的心脏狂跳不止，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他忌日快到的时候，你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觉，为什么又这样了？当然，一旦我目光交汇，当他再次睁开眼时，那个男人依然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即便我疯狂地奔跑着，内心深处却已然知晓，这只是一种错觉，这一行为毫无意义。但就再一次，我想再核实一次。小小的李翰穿着睡衣，哭着跑向他。哥，志浩站在寒冷的街头，搓着冻僵的手，真是的他无奈的低语。总是用这种方式让人担心。他怀里抱着一包热气腾腾的鲫鱼饼，看起来不像生病的样子。也许这个能让他打起精神来。他想，就算他说不吃，最后还是会吃的。志浩回想起刚才李翰看到他搬进家具时震惊的样子，是我太大意了。忌日快到了，他本来就已经很敏感了，我不应该再刺激他。首先等我回家，我得先安抚。志浩正想着，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家门口跑出来。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是因为我没回复就来找我了吗？尽管如此，大冬天还穿得那么单薄就出门。一涵，我在这里。志浩快步上前。郑一涵，他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关切地问：你这是怎么了？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你受伤了吗？让我看看你的脸。他捧起他的脸，仔细地检查着。一涵却像是没听到他的话，只是喃喃自语：你在说什么？他正脱开他的手，急切地问：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在附近走过？志浩沉默了片刻，烦躁地抓了抓头发。男人，和我一起，告诉我是谁，我亲自带你去找他。我看到我哥哥了。什么？我知道，那肯定是某个长得像他的人。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再见他一面。不管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我知道我应该停下来，但我不知道如何停下来。一涵将脸埋在他的胸口，泪水无声地滑落，浸湿了他白色外套。你的手明明抓着我，但你的记忆却在拥抱着别人，不知道如何停止。并不是你的错。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对自己说，无法忘记一个人，也不代表你就是傻瓜。他修长的手指熟练地穿梭，为他系紧了鞋带。如果你想继续找，那就找吧，我会陪在你身边。但是别搞混了，一涵，他不是一个你应该去寻找的人，他是一个你应该放手的人。所以你无需疑惑自己还得追多久，他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昏黄的路灯将他的身影拉长，那双看起来如此眼熟的鞋子，欧巴的鞋子，尽管他们穿在我脚上太大又笨拙，仅仅穿上它们就让我感觉更稳当了一些。他抬起头看着他，眼中最后一滴泪水滑落。谢谢你哥哥，我们回家吧。他说。他们迈开了脚步，并肩走路上，他的手始终没有松开，那份力度不像是情人的牵手，更像是一种不让他偏离轨道的掌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牵着手呢？哦，对了，你去哪儿了？你现在才想起来问吗？志浩在心里默默吐槽。啊，我想起来了。男人从他那件宽大的白色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沙拉。那是一个已经被挤压得不成样子的扁扁的鱼形面包，我当时急急忙忙的就塞进口袋了。你小时候每年都要等到冬天才能吃上一个这个，不过我想现在冬天对你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吧？不管怎样，我明天给你买个新的，把那个扔掉就行。他的话还没说完，一涵却突然的咬了一大口，嚼，你干嘛要吃啊？男人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震惊的问道。味道不错，好久没吃了。他抬起头对他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眼中还残留着未干的泪痕，但神情却无比满足。最终他无奈的叹了口气，嘴角却不自觉的上扬。真是的，天气仍然很暖和，我们能像家人一样，我真的太高兴了。他闭上眼睛，脸上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声音轻的像是在梦呓。我真的很喜欢你，哥哥。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了，志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双总是带着疲惫与偏执的眼眸，此刻却平静的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胡说些什么？他最终只是淡淡的吐出这4个字，声音里没有丝毫波澜。就这样，我们新的日常生活开始了。当然，没过多久就意识到，一起生活所需付出的努力比预期的要多得多。你觉得怎么样？他回头，志浩探过头看向冰箱内部。
步，然后陷入了沉默。冰箱里空空如也，几乎能听到回声，只有一小盒切好的午餐肉和一杯里放着几颗圣女果的玻璃杯，孤零零的待在广阔的层架上。我几乎从不在家吃饭，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往冰箱里储备食物。从现在起，我得留意这类事情了。没办法了，咱们早餐就吃拉面吧。志浩最终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默默地掏出手机开始拨号。等，看到他打电话的动作，易涵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冲过去，慌乱的想要阻止他。我现在就去买菜。他挥舞着手臂，急切地说道：“我们稍后一起去采购吧。”他并没有在跟谁告状，只是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我现在点些外卖就好。随后，一辆红色的踏板摩托车停在了一栋安静的住宅前。所以我又来到这里了吗？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脸上带着一丝期待的微笑。真是的，想见他一面可真难啊！他抱怨着，但语气里却充满了愉悦。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第一次来这里送外卖时的情景。他接过外卖，对我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你。”就是那一声谢谢，那一个眼神像一束温暖的光，瞬间照亮了我灰暗。从那天起，我开始期待每一次到这栋房子的配送订单总是为一个人下的，而且房子里从来没有其他人的迹象。他一个人住在这个大地方吗？这年头，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太危险了。要是他最后和某个怪家伙在一起了，或者发生类似的事怎么办？叮咚，他按响了门铃，但站在门口的却不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个女孩。哦，你好，志浩淡淡的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外卖员愣住了，手里的外卖袋都忘了递过去。他呆呆的看着眼前的男人，又看了看男人身后那熟悉的房子，大脑一片空白。有什么问题吗？啊，不，没什么。他慌乱的回答。什么情况？他搬家了吗？我以为这里是一个女人独自居住的。志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只是静静的看着他。易涵从客厅里探出头，看着他一动不动的背影，有些疑惑。他轻手轻脚的走过去，乌黑的长发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动。哥哥有什么不对劲吗？他小声的问道，那声音不大，却像一个信号，彻底打破了外卖员最后的幻想。搞什么？所以他真的住在这里？不，他没有。他的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到他伸出手，猛地按下了门禁对讲机上的某个按钮。外卖员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低声自语，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独居的房子了。志浩拿着外卖进来，易涵，志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不觉得你最近叫太多外卖了吗？没有吧？真的吗？志浩追问道。我最多1个月点一次吧。易涵继续试探着，而且还是在我埋头学习的时候。你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之前发生什么事了吗？他想起了刚才那个行为举止有些怪异的外卖员。所以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这么做说并没有任何奇怪的意思，只是他是常客，所以送货员有时会和他闲聊几句。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今一个人生活可能会有危险。危险？当然。他低声重复着这个词，眼神却变得锐利而冰冷。他上前一步，用一种近乎审视的目光看着那个刚才还一脸担忧的外卖员。你永远不知道谁会伪装出一副友善的样子。他从外卖员手中接过那个已经有些冰冷的餐袋，用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切语气说道，还是谢谢你为我担心。外卖员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搞得一头雾水，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总之路上小心。男人说完便准备关门，门缓缓地合上。外卖员看着那扇紧闭的冰冷的门，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刚才那个男人的笑容和那笑容下隐藏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眼神。他打了个冷战，感觉自己仿佛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没什么事发生。小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订单备注无，配送放在门口。他随手将小票揉成一团。你可真是又让我担心了一场。他开口道，语气听不出喜怒。顺便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什么？易涵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严肃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问道。他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是那副表情。他在心里默默地想，难道他只是真的饿了吗？以后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别再点外卖了。什么？为什么？也太突然了吧。易涵完全没料到他会说这个。现在点外卖也不便宜。男人给出了一个听起来无懈可击的理由，光是配送费就高得离谱。没错，可是等一下，我要去趟洗手间。易涵看着他离开，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好吧，公平地说，已经是午餐时间了，难怪他饿死了。我应该提前去杂货店。他拿起容器，当他准备打开它时，塑料袋皱巴巴的，但随后他愣住了。等等，他低声说。他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他用一根犹豫的手指拉了拉衣领。我不是下面穿胸罩。他赶紧试图安抚自己。我的睡衣很厚，应该没问题。他松了一口气，希望他的逻辑是正确的。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在浴室里，水龙头喷出冷水，声音在瓷砖墙壁上回荡。从今天早上开始，他想着，他已经注意到了，他肯定注意到了。他最后一次深吸了一口气。下次我应该更加小心。谢谢你请吃饭，欧巴。如果你吃完了，就回你的房间去吧。不，你付了钱，所以我应该收拾。他抗议道，伸手去拿空的碗。从早上开始吃了这些外卖后，我就一直感觉腹胀。那我来洗碗吧，说不定这能让我感觉好点。他喃喃自语。从早些时候到现在，他一次都没有和人对视过。食物有那么糟糕吗？现在我感觉很奇怪。他决定不能就这样离开这个烂摊子。于是他转身回去，他伸手去拿一张留下的皱巴巴的纸。无论什么，我至少应该清理桌子。他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一边扫视着那张纸。这是收据，就我们俩吃一顿饭，结果账单快到5万韩元了。我猜从现在起，就连水电燃气这类公用事业费用都会涨到2倍之多。一起生活意味着你的生活从数量上来说也翻倍了。阿姨甚至还帮我付了学费，学期一开始开支会更多。他的脸陷入阴影，茫然地盯着屏幕。真正靠自己的2只脚站立从来都不够。当然我得到了那笔生日钱，但仍然。突然他的手机嗡嗡作响，他很快回答，声音中充满了纯粹的喜悦。阿姨，亲爱的。他欢快的声音在扬声器里响
响起。你在做什么？你吃午饭了吗？我刚和欧巴一起吃饭了。你们俩呢？我们也是刚刚才结束。我们整个上午都在埋头整理箱子。顺便问一下，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对吧？什么也没发生。他结结巴巴地说。你确定吗？你的声音有点裂开。他追问到在他的屏幕上，易涵几乎能感觉到保护的目光。说真的，什么也没发生。别担心。易涵坚持强颜欢笑。他想着胸口一阵内疚，对不起阿姨。但如果我告诉你真相，我知道这只会让你心碎。好吧，好吧，如果当时什么都没发生，那我就不再追究了。宝贝，仅仅听到你的声音就让我更想你了。易涵，你叔叔很快就会来看望你。我也是。他低声说。哦对了，我打电话不只是为了听听你的声音。他的语气变得实际起来。易涵困惑地问道。我早些时候寄了一些钱，你看到了吗？说着，一屏幕上弹出了一条通知。但这是一笔如此庞大的金额。你现在和志浩住在一起，所以你需要更多的钱。不要有压力，只要使用它。他把手机掉到桌子上，瘫坐在椅子上，长长的叹了口气。哈，这一切的重量，金钱、期望、善意，让人感到窒息。他的表情因坚定而变得僵硬。不，我不应该袖手旁观。他用一双稳定的手开始写作，仔细地记录了这笔交易和随之而来的压倒性的感激之情。越来越多的债务清单，包括经济上的和情感上的。回头盯着他，我不能再让他堆积了。我需要找一份兼职工作。就在这时，浴室的门滋滋作响地打开了。志浩出来了。好的，我现在感觉神清气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凉爽的谁已经亲了他的脑袋。可是易涵究竟是怎么一直这样生活过来的？易涵正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朝前门走去，低声嘟囔着。到这个地步，我要迟到了。他喊道，声音尖锐，阻止了他的脚步。他愣住了，一只手放在门把手上，慢慢转过身来，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的脸上洋溢着坚定的，几乎过于灿烂的笑容。说着，他迅速开始收起黑色的长发，扎成马尾辫。我要去参加兼职面试了。但在匆忙中，他的手指摸索着我的发带。他抱怨道，努力整理头发，并保持他镇定的外表。志浩低头看着他的头顶，愤怒地叹了口气。你真的不会给我片刻的平静吧？他明亮地点了点头。是的，距离开课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想我会在此期间找到工作。为什么这感觉有点突然？你缺钱吗？我敢肯定，妈妈给你寄了零用钱不是吗？不是那个太尴尬了，不敢承认。他心想，如果我告诉他我因为接受我不应该得到的钱而感到可怜，他只会担心我现在应该自己赚零用钱了。志浩沉默了很久，只是看着他灿烂的笑容。我明白了。转过身来，志浩低声说道，他的手放在他的头顶上。为什么？他无视他的问题，轻轻地引导他别动。他感觉到他的手指正在收集他的长发，一阵认出的震动，接着是一阵困惑穿过了他。你为什么系我的头发？说来想想，小时候阿姨从来没真正给我扎过头发，一直都是哥哥给我扎的。就算他笨手笨脚的手指把我的头发弄得一团糟，我还是有点喜欢这样。但是他的手一直都这么大吗？他们摸起来比我记忆中更冰冷，更坚硬。如今每一次触碰都感觉如此陌生。也许他想念那个曾经让他这么做的小女孩了，不是如今的我，而是那个任他为自己扎头发的小女孩。而且我们恰好还在用和往常一样的洗发水。我想紧紧抓住的不只是他的头发。都做完了吗？我现在得走了。志浩留住他，你难道就不能留下吗？易涵顾虑到他今天有点不一样，他的声音，他的表情，而且也许还有我的感情。我们才刚开始一起生活一天，但尽管如此，是我太敏感了吗？你就不能不走吗？他的声音是低沉的低语，沉重的带着未说出口的意味。如果我告诉你，你愿意留下来吗？他陌生的目光以及严肃的语气，我一直认识的脸突然变得遥远。他的话既不夸张也不随意，一阵沉默，仿佛他留出了空间，等待一个他自己都不敢开口询问的答案。在界限模糊的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今天甚至还穿了新衣服。他的声音是低沉的，戏谑的隆隆声。哦，是吗？耶，没错，我在他们上面花了不少钱，所以我可能该走了，对吧？他已经接受了他所说的一切。一声轻柔的扑声从他身上传了出来，一股安静的空气像一根别针一样打破紧张的气氛。当然，那就继续吧。他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搞什么啊？怎么这么冷？他抬起头，脸上洋溢着狡猾得意的笑容。我只是想要一些陪伴，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出去玩。等等，你以为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吗？他调侃道，眼睛里闪烁着恶作剧的光芒。你不为这个回到学校，没有朋友，没有同学的可怜高年级学生感到有点难过吗？哦，天哪！你问我时脸上的表情真让我一时认真考虑要不要留下。他调侃道，嘴角挂着俏皮的微笑。他转身抓起外套。不管怎样，如果我现在不走，真的要迟到了。我做完了就给你打电话，别为我担心。他走到门前，打开门。家里见哥哥。哦，谢谢你帮我扎头发。最后门关上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志浩只是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缓慢的近乎痛苦的微笑，一滴汗珠从他身上流下来。这是我第一次面试，难怪我很紧张。他站在咖啡馆外的人行道上，他的心脏在肋骨上紧张地跳动着。他给自己一个严厉的精神震动。我应该避免像白痴一样结巴。不，他甚至还没有开始。我真的不应该惊慌。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前推进，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他走过建筑物的光滑玻璃门。嗨，我是来参加2点钟面试的。几天后，乐观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压倒性的重担。一个鲜明的想法充满了他的脑海。没有明白没明白。在咖啡馆里，首选咖啡师执照
或以前的经验。在餐厅，你需要清理桌子并保持身体健康；在便利店，经理嗤之以鼻，反正开学你就要辞职了，对吧？签署劳动合同或拿低于最低工资，什么他想着完全惊呆了。但所有这些清单都说不需要经验或性别偏好，找工作可不是开玩笑的。手机的他从悲惨的思绪中拉了出来。嘿，小家伙，今天的面试怎么样？他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我还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只是消磨时间。那张脸告诉我你没有明白是吧？他猜测道。不管怎样，你都得不到他，赶紧回家吧，我好无聊。易涵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抹反抗的火花。不是真的，我会得到这个，到目前为止，我只是运气不好。他坚持说，脸红了。当然，他说，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好笑。今天又是哪次面试？他叹了口气，哈，你知道伊尼大楼吗？那家新的棋盘游戏咖啡馆要在那里开业，你知道下个月学期开始吧？你不需要那么用力。是啊，但是他拖着脚步，不知道如何解释。既然你已经在寻找长期的工作，那在能运用你专业知识的地方工作不是更好吗？不过说真的，这就是你让我振作起来的方式吗？你真的与众不同，也是时候去探寻属于你自己的道路了。你在高中期间并没有真正享受过什么，对吧？我所希望的只是让你毫无顾虑的开始大学生活，别担心钱的问题，我会支付你的生活费用。谢谢欧巴，如果这件事行不通，我会慢慢来。不管怎样，我想我该走了。志浩在沙发上坐了起来，一个新的想法涌上心头。嘿，等等，他开始说，但他听到的只是通话结束时发出的轻柔哔哔声。他盯着手机，他已经走了，感觉他划了一条界限。有时候感觉他周围的那堵墙突然变得更高了。我以为我很了解他，他一直都在我身边，但那只是一种错觉，只给我看他想让我看到的东西。他从来都没打算向我展示比那更多的东西。他停了下来，我也不是不想给自己时间。他沉思着，肩膀耷拉着。但如果我放下这一切，到目前为止，我所忍受的一切都可能崩溃。还有那个让我感到害怕。对不起，一个声音划破了他的遐想。易涵猛地甩了摇头，吓了一跳。一个棕色波浪形头发，笑容灿烂友好的女孩站在他面前，两侧是另外2个学生。我们要去卡拉 OK 想来马，他高兴地问。易涵这群学生露出了礼貌的微笑，虽然很疏远。不用了，谢谢，我不想因为迟到让家里人担心。他转身走开，留下3人看着他离开。让我猜猜，他又说不了。小组中的男孩叹了口气。当易涵继续走着时，他礼貌的笑容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严峻的决心。他的脚停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思绪飞速运转，确保志浩欧巴不担心。这是我的工作，这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是我自己的选择。他的双手紧握在身体两侧，坚定着自己，重申了自己的道路，牺牲孤独，这都是他选择扮演的角色的一部分。就在这时，他的眼睛捕捉到了他之前错过的通知：桌游咖啡厅面试通知，面试地点已更改，出发地3F 桌游咖啡。等等，地点变了。他很快就来到了 B1 办公室层。当他推门时，门滋滋作响的打开了，露出了一间光线昏暗的办公室。他把头探进去，你好。一个面色严肃、秃头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前，抬起头来，表情冷漠。是马，我能帮你什么？哇，他的脸有点吓人，感到一阵新的紧张。他是主人吗？他清了清嗓子，嗨，我来参加4点的面试。就在这时，另一个男人从里屋里走了出来，他对他温暖的笑了笑。你来得早，进来吧。他说我是这里的经理，我们会在里面进行面试。他看起来温柔，他想着，一阵如释重负的情绪席卷了他，这真是一种解脱。太棒了，这次我一定能通过这次面试。虽然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奇怪，狭窄的走廊和密集的房间，感觉有点像廉价的宿舍，哈哈。对，这里有点破旧了。不，一点也不。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办公室？他在其中一扇门前停了下来。进来吧。房间很小，陈设稀疏，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一把滚椅和一个垃圾桶。是我们在这里面试吗？他问道。经理安慰地笑了笑。咖啡馆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现在使用办公室，希望你理解。明白了，没关系。他说。我应该坐在这里吗？感觉有些不对劲。我们开始吧，好吗？经理说。他的笑容依然在原地。易涵微微跳了起来，双手紧握在腿上。就是这个，哈哈，不用紧张。他说，他的声音平静而平静，就把这当做一次聊天。我会随意地问些问题。听到他的语气，我稍微放松了一些。这是你的第一份兼职工作吗？你这个年纪可能和朋友们有很多计划，你觉得你能在周末工作吗？是的，我有很多空闲时间，而且朋友也不多，所以没问题。哈哈，你很有礼貌，你会和顾客相处得很好的。你很有礼貌，也很安静。如今这样的人可不多见了。如果你对此没问题，我很乐意与你合作。谢谢，我会尽力而为的。他惊呼道，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哈哈。有人高兴了，他又笑了笑。我实际上有点迫切，希望尽快找到一些东西。他承认道。是这样吗？经理问道。他愉快的表情微微变化。你是韩国大学的学生吧？你的父母不在身边，所以你一定一直在寻求帮助。易涵低头，表情阴影。我的父母去世了，所以我一直在接受帮助。但是从现在开始，我想自己处理事情。经理看起来一时慌乱。哦，对不起，不，没关系，真的。易涵连忙说道，不屑地挥了挥双手。尽管他的心在砰砰直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对吧？他带着理解的微笑说。他身体前倾，眼中闪烁着奇怪的光芒。我觉得你适合做某事，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易涵附和道。他的眉头困惑地皱了起来。会是什么？是的，我不会对所有人说这句话。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压低了。像你这样安静、天真、冷静的人，顾客通常喜欢这样。他继续说道，他的声音流畅而有说服力。试想一下，成为同伴，你所做的只是聊天，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倒倒饮料而已，没压力，也不需要什么技能，就连学生都能做。在当今世界，高效赚钱而不是拿最低工资工作，难道不是更好吗？易涵的脸上泛红了，羞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言下之意是厌恶。试一试，只是为了惊艳他，哄骗道。我会假装
装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颤抖但坚定。他突然站了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刮擦。我现在就走。他们一开始都这么说，但像你这样的人，他说。当他站起来跟在他身后时，他的声音中夹杂着得意的自信。来吧。他走得很快，没有回头。但真正让我崩溃的不是恐惧，这是他对自己脆弱的令人作呕的认识。他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处境，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明知你无能为力，看到了吗？你真美。而在崩溃的那一刻，我又一次站在那里，既受伤又可怜。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名字是：你敢动我妹妹一根手指头试试？